美股已从4月份的低迷中反弹，但值得注意的是，领涨的却是通常在经济低迷时期表现优异的行业。自4月16日标普500指数触底以来，公用事业类股一路走高，涨幅近12%，消费品类股上涨了近5%，而标普500指数仅上涨约2.7%。华尔街策略师表示，在经历了2024年初的低迷表现后，这两个行业可能会迎头赶上。考虑到这两个板块去年都是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 Truist 联席首席投资官 Keith Lerner 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只是投资者转向一个尚未参与近期市场反弹的领域。他表示，从估值角度来看，公用事业板块进入3月份的交易价格相对于标普500指数的折价幅度是2009年以来最大的。与此同时，消费必需品股在过去1年落后标普500指数近30%，这提供了潜在的买入机会。在过去的1个月里，公用事业股之所以会受到追捧，有明显的基本面驱动因素。与去年同期相比，该行业本季度的盈利增长了26.7%。根据 FactSet 的数据，这是所有行业中第2高的盈利增长率。此外，围绕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项目的兴趣增加，如何促进公用事业板块公司的电力需求的讨论也日益增多。此外，还有几个宏观因素在起作用。公用事业类股走高之际，投资者已经消化了美联储上周发出的信息，即不太可能再次加息。公用事业类股通常对利率敏感，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从2024年的高点下跌了约20个基点，为过去1年通常因美债收益率上升而下跌的这一行业提供了喘息之机。另一个关键变化来自经济数据。在年初经济增长继续让华尔街感到意外之后，数据在4月份发生了转变，例如弱于预期的就业报告和当月制造业活动的收缩。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肯定在放缓，但它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摩根士丹利首席投资官麦克·威尔森在5月5日给客户的每周报告中写道，如果制造业数据继续疲弱，投资者可能希望考虑在公用事业和必需消费品等防御型股中持有少量敞口。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您有房产买卖委托或是相关问题，都欢迎留言私讯我。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